开开心心霸王餐又来了，只是不知道我身后的这些位谁会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儿，可以吃到免费的霸王餐呢？现场的各位食客，大家晚上好！今天香香美食来到这里呢，是要替大家伙儿来买单的，想不想要？哦，好，既然想要免单的话，有一个前提，大家伙首先需要提供这家店的招牌菜的线索给我。那有没有想免单的朋友？好嘞，这就来喽。想免单别着急，先来看看今天的2道招牌菜会是什么吧。推荐哪道菜会成为招牌菜？香辣蟹。香辣蟹。对。好在哪里啊？觉得？直接连皮儿都吃了。你吃的是辣椒皮儿还是蟹皮儿？当然是蟹皮儿了，蟹皮儿。蟹皮儿？对。你牙口好啊？还好。还好。对。那有那么酥吗？超酥。它整体味道怎么样？香。对。肉吃的嫩。对。壳吃的脆。对。是吧？对。我看里边好像还有麻椒，有灯笼椒什么的。对。辣吗？不辣，我吃的不辣。辣味适中。不是太辣，2个字吧，好吃，就是好吃啊，好吃。它这个蟹怎么样？比较新鲜。蟹肉多吗？你看看，这蟹肉不少啊，这。这蟹肉不少啊，不少啊。做的那个时间长短比较好，那个肉没有说是裹到壳子里面让它弄不出来那种。吃着味道确实不错。刚开始上来的时候，它这个形状摆的也特别好看，让人一看就有食欲，特别想吃那种感觉。从它开业了以后，我们每个星期都来。每个礼拜都会来啊。来了就点这几道菜啊，是吧？是，必点。必点哈。您好。天天在店上见你。是吧？每次都看香香美食。看完之后回家都自己做。这蟹特别好吃。肉质特别细腻，包括蟹钳里边都是那种非常饱满的肉。它那个味道属于什么味型的那种？属于甜甜的，然后是香辣的。特别好吃啊！香辣。对啊。回味无穷舒服啊！我们是头一次来，今天头一次来郑州。头一次来郑州。对。您是哪里人啊？北京的啊。北京来。我们头一回过这儿啊，正好在这说吃顿饭，就在住在隔壁。这个应该看起来挺辣的。不辣，不是特别辣。这个味道比较浑厚，我们吃的比较舒服。浑厚。对。就是味道是比较有层次。对，入滋味是吧？对。入滋味哈。对啊。好嘞，好，谢谢您。推荐哪道菜？这个花甲，然后这里边的海鲜也处理的比较干净。因为我本身不太喜欢吃辣的，但是它这个辣的，然后越吃会让那种不爱吃辣的人越吃越上瘾的那种，味道很香。这是跨入那个吃辣之门的这个头道。对，是的，是吧？对。它那个花甲的肉质怎么样？吃起来很嫩很鲜的，这个是里边没有什么沙子或者一些处理的不干净啊，这个因为肉质啊什么都还是比较很好的。辣，舒服啊，口味适中。口味适中适合大家的口味。入味吗？适合入味啊，必须得入味。必须得入味。对吧？入味才香。你看我们这没少吃吧？它那个新鲜程度怎么样？新鲜程度还行。这个必须得新鲜。这要不新鲜，那口它不会开的，它都是有经验的。它都是有经验的人。对，是吧？对。没少糟蹋海里的海鲜。对，我爱听这个，没少糟蹋这个海里的海鲜。这个辣椒是我吃到的比较地道的，四川呀、湖南呐，这个辣椒就是吃的，就感觉回到当地那种感觉一样。这个肉质也是比较鲜美的，也是比较嫩的。经过大家伙的热情推荐呢，现在超级招牌菜的2道备选菜呢就已经诞生了，分别是香辣蟹和香辣花甲。那么究竟哪道菜会成为今天的超级招牌菜呢？总共15票，投起来吧！现在为止呢，香辣花甲呢现在是以7票领先哈。那么很关键的一票呢，我们就请店家代表来投。来，您会投给
看来大家对我们的香辣花甲非常的满意。哦，所以呢，您也就投给了香辣花甲，为什么？说说您的理由。因为咱们这个香辣花甲在店里边一直点击率都是非常高的一道菜，并且所有的客人都非常喜欢，几乎桌桌必点。而且我们这个香辣花甲的价位是非常低的，虽然价位非常低，但我们的肉质非常的鲜嫩。清洗的也是非常的干净，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好了，那么经过最后这一票投出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超级招牌菜就已经诞生了，那就是香辣花甲。桌子上点有香辣花甲的朋友，你们现在离幸运桌就更进一步了，一个小游戏玩起来。好，我们今天呢就玩一个小游戏，很简单，我们管它叫做逢三过，好不好？好。但凡是3以及3的倍数或者含有3的数字，通通过，好不好？好。但是今天呢我们就不过了，我们只说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们说带动作啊，看好啊，我演示一遍，好不好？好。我是超人，声音要拖得长一点。好不好？好，来，我们先演示一下啊！1、2、3，我是超人。哎，好不好？超人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我们就开始喽。来，1、2，我是超人。哎，4、5、6。怎么办？我是超人。我觉得要跑来了。来，过来一下，来。跟大家伙再说一下，我是超人，我是超人。好，超人，你可以继续飞了。好，谢谢。来，7、8，我是超人。10、11，我是超人。哎，13，也是他，我是超人。啊，你是9，我是12，你是12， 13也是超人。来，向前一步哈。我要飞了。就这样子啊。对。有没有发现这个游戏一定要聚精会神的玩？对吧？绝对不能跑神儿。对。好不好？好嘞，那下次的话，幸运再送给您，好不好？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从大哥来开始走，好不好？来，我们继续哈，走起来。14，我是超人。哎，我是超人。为什么16您也是超人？哎呀，您的小学数学是谁教的？你教的。我记得有个6，我想着6是那个啥的。想着6就会是，对吗？哎呀，所以呢，还是要，您不是做财务工作的吧？不是。应该不是，是吧？好嘞，谢谢您，下次幸运再送给您。既然剩2位了，咱就不玩那个游戏了，好不好？做个示范吧。咱做一个另外的游戏，叫做我说什么你偏不做。好，明白吗？就是要反过来做。比如说，我说向左转，向右转。我说向左转，你就向右转。我说向右转，你就向左转，好不好？好，来哈，有可能是一局定输赢哦，好不好？好。哎呀，这个动作老简单了。举右手，都要快一点哈。好，放下吧，放下啊，向右转。哎呀，好整齐哦。向后转。哎，可以啊，对吧？好，用右手摸后脑勺。我觉得吧，这个是吧？然后呢，就该归我了，对不对，导演？这个霸王餐可以给我吗？对不对？举右手摸后脑勺。知道了吧？这里边坑深着呢。哎呀，好，来，我们继续哈。就像这一个了。来，举左手。您确实是慢了。是。确实慢了。慢了。对不对？对。所以呢，今天这个幸运呢，就是跟您有点擦身而过。但是呢，这个幸运其实还在您身边呢，好不好？是。祝您呢，就是以后幸运连连。来，那个，向后转。呀，可以啊。你是谁？我是超人。哎，这就对了。哎呀，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霸王餐。谁吃啊？我们吃。今天我们一起吃。我们一起吃啊，这样才好哎，对不对？对。估摸一下今天大概消费有多少钱？下来估计多少钱？300到500吧。有300到500块钱？没有，100多块钱吧。100多块钱啊！3个人吃的。3个人吃。200多吧，应该。也就200块钱，是吗？现在什么感觉？爽！我的天哪！好嘞，来，告诉您哈，您今天的消费是216元，全免了。Yes。那接下来呢，就是给电视机前的您送福利的时间了。您现在只需要发送“我是超人”到香香美食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香香美食”，就可以以5折的价格，然后呢来享受原价28元的香辣花甲一份，总共100份，先发先得。享受福利的地址呢是在金三路和红旗路交叉口向西50米路北的黎家姐弟海鲜餐厅，对吗？我不认地儿，不认地儿。哥，最近我看有新闻报道说，女生经常会在那个公交车上或者在一些场合，然后会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哦，你说咸猪手之类的。对，相当痛心。然后我最近在网上，我看到国外早在40几年的时候，就有了这种防身术。女子防身术吗？对。哇，40几年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我觉得这防身术还挺实用的啊。是啊，但是有一点我看出来啊，但这个女生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力量才行。有一定力量。你要太柔弱的话，你要面对一个男人的话，我觉得还是扳不过他。是吧？前提有个男朋友最好。对，有个男朋友最安全啊。像我这样，小杰，你这么瘦行不行？可以，有肌肉。瘦归瘦，有肌肉是吧？对。大西北，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一望无际的辽阔土地，还是热情淳朴的特有民风？这些都很有魅力。不过嘛，对于一枚吃货来说，最关心的呀，当然是这地儿有啥好吃的呢？大家好，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我是香香。最近我们跟您介绍的这个西北风味的美食，您看了吗？我们跟您说了有牛肉面啊，有牛羊肉啊，还有炕肉啊，还有什么羊拐棍儿之类的，您喜欢吗？那今天呢，听说郑州最近呀又新开了一家西北风味的美食，生意啊还挺火爆的。那今儿个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究竟他家卖的是什么样的美食吧。此刻正是饭点儿，店里座无虚席。令人意外的是，客人进店不是急着入座，而是先被宽敞气派的开放式厨房吸引住了目光。站在所谓的厨房外，你与美食的距离只有那么一丢丢而已。而厨房内的师傅们则手脚麻利，只专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只为把美食以最快的速度送上餐桌。很有意思啊！要跟您说，就在这里，它所有的美食都是这么明当在操作，而且这个明呢，就已经明到连玻璃都没有。这个我知道叫什么，这个叫油面炕姥姥，也叫油面窝窝。你们那儿这个叫什么？油面窝窝。这是油面窝窝，你看这是很漂亮的，这妹子在搓。
我都没见他是从哪儿下面，结果他一搓就行了。哦，中指刮了一下是吧？哈哈，这个是不是有标准啊？这一定得多薄？好，7.5到8厘米，然后宽是3.2到3.5厘米。我们这个笼里面每个里面放68到72个卷。像这个重的话，我们的180克到190克都有重量的。油面是由油麦加工而成的。油麦其实是燕麦的一种，是西北地区常吃的主食，也是一种很好的保健食品。蒸熟后的油面窝窝被送到隔壁的灶台，浇上刚出锅的番茄卤，做成浇汁油面。粘稠的西红柿酱汁和油面窝窝交融在一起，看起来格外诱人。这个又叫什么呀？这个叫油面鱼玉。鱼玉，对，做出来它长得比较像小鱼儿一样。油面鱼儿又叫搓面鱼儿，据说是甘肃特有的面食品种，因形似小鱼而得名。制作的重点在搓上，一捏一搓，一个个小面鱼儿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案板上。据说要想吃到这油面鱼玉，要经过3熟：1熟是要把油麦炒熟，2熟是要把和好的面用开水烫熟，3熟是要把鱼儿蒸熟。蒸熟后的鱼儿可以搭配羊肉、番茄、蘑菇3种汤底食用。我发现了这个油面呀，特别擅长被搓。刚才那个窝窝呢，就是要搓，这个也要搓，这好像小的时候像玩面一样。这个我能试一下吗？我能学会吗？你觉得？可以试一下，试一下可以啊，可以。经过与美食的亲密接触，香香也手痒了，不就是玩面吗？咱香香在家可是个巧媳妇儿呢。这是热的，这刚烫好的面。压一下就用这2个指头夹一个面头，对，夹住，然后就用这个大拇指揪空的地方把它揪下来，然后团转一下，要轻轻的往下搓，用点劲儿，好棒啊！然后再一接、一甩、一搓，一个窝窝就做成了。看起来很是轻巧简单，可是别拍了，别拍了，别看了！本来挺好看的，让我又捏了它一下，不好看了，别看了！不是，本来挺好的，因为它其实很黏啊。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看上去很简单，但你会觉得使不上劲儿，因为它特别黏的感觉，很软。我太败坏我的名声了！我刚搓完，它真不是这样的。这个国际标准吧？哎，这个就不一样了。就虽然说他们2个都用的是油面，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面就要硬一些，对吗？对，是。他们2个都是和面的方法不很一样，就它也有一点温度。这个感觉，这个捏上0.8到1克的面。天哪，0.8到1克，我给你捏个小兔子就行，我怎么能给你捏上0.8到1克？哎呦，这个就搓着一下，我觉得手就不舒服了，因为这个是非常粗糙的。这就手疼了，要知道人家姑娘一天可是要搓3、4袋面粉呢，年纪轻轻却是个技术流呢。为了让大家见证一下我的师傅啊，看他做这个有多快呢，我们俩决定咱们就30秒钟吧，好不好？好的，30秒钟看我们能搓了什么。我们师傅2人倾力合作啊！预备，开始。我到后来我掌握住窍门了，应该是在这儿捏了面之后顺势就往前一搓，我每次都还捏出来放到这儿再搓。130。除了油面窝窝和油面鱼玉，
油面的吃法还有许多花样，皮儿薄馅儿大的蒙古烧麦，素馅儿的油面蒸饺，还有炒油面等等，真是让人挑花了眼呀。我觉得站在这里啊，特别容易就被感染，因为你看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忙碌，尤其是师傅们啊，做着自己特别擅长的美食，都在忙碌。然后呢，面前还摆着，哦天哪，快扶住我！这个是什么呀？牛大骨。我就发现了，无论什么东西啊，只要是它特别多，然后在一起制作，真的就很震撼。你看这一个锅里那么多条鱼，叫什么？功夫鱼。所谓功夫鱼，就是把鲤鱼炖煮4到5个小时，炖至肉质细滑，骨头酥烂。骨头酥而肉不烂，就是它的功夫所在。放眼望去，软软糯糯的黄米凉糕，豆沙馅的黄馍馍，现拌的面筋和凉皮儿，天哪，这开放厨房看起来是怪过瘾，饱了眼福。可我好像得了选择恐惧症，眼大肚子小，到底该点点啥呢？我发现了，哎，这里的美食呢，基本上分为3大类，一类呢就是主打的油面类啦，那第2类呢就是黄米类的了，那第3类的呀就是牛羊肉。大家都吃得这么热闹开心，咱们去看一看，究竟啊什么比较受欢迎？油面类，浇汁油面，浇汁油面，有点意大利面味儿。油面挺劲的，我觉得有点黏，以我个人口感，我觉得有点黏。因为现在这个夏季嘛，然后吃一些这种酸爽的东西会比较开胃嘛，然后蛮对胃口的。跟咱们这边面不太一样，吃起来蛮新鲜的。看起来像只是粗粮，但吃起来的话还挺细腻的，而且还有点小筋道。点击率最高的就属这款浇汁油面了。据说把番茄卤和油面窝窝搅拌在一起吃，会有意想不到的口感哦。黄米类，黄米凉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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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凉凉的味道也刚刚好，下边有那个蔓越莓的干儿，比较清凉，适合夏天吃。这个就感觉比较爽口，然后也不是很黏，然后配上它这个桂花酱呢，然后就口感就会更好一些。那黄米是什么米吗？不知道，小米吧，就是小黄米吧，应该是。吃货们注意了，这黄米可不是小米啊，它叫薯子，粘性很高，而用这薯子做成黄米凉糕，冰冰爽爽，软软糯糯，再配上香甜的桂花酱，自然而然成为了夏季黄米类菜品的人气之王。牛羊肉类菜品中点击率最高的就属羊肉串和烤羊棒了。用酱卤过的羊后腿腱子骨，经过炸制，看起来特别的过瘾解馋。闪电的黄馍馍。舌尖粉们注意了，店里有2款美食就来自于舌尖上的中国。黄老汉的黄馍馍也是用薯子做的，里面包裹了满满的豆沙馅儿。张爷爷的手工空心挂面，仔细看看面条的中心好像真的有一个小孔呀。如果您想过舌尖瘾，可以点上这2款美食尝尝鲜。我自己做出来的油面啊，我得尝尝。真的是我觉得很利口的感觉，无论是这个番茄的味道，还是里面加的那2芹菜，就特别的利口。油面还是蛮弹的，很筋道，它有点黏黏的，但是它又很筋道。我忘了刚才哪位朋友他说有点像意大利面的感觉，我觉得也是稍微有一点像。来吧，黄米凉糕，很多人，哎呦，你瞧它黏的，哎呦，很多人都觉得它凉凉冰冰的，这个是凉的，它盘子是凉的，哦呦，会觉得很糯，但是并不粘牙，蘸的这个桂花酱特别的好。
怎么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想不想尝一尝呢？那这样吧，我们就有一份福利送给您，您现在赶快发送“香香做油面”几个字到我们香香美食的官方微信，那前30名的朋友呢，就可以免费的来店里获得一份浇汁油面哦。如果您对这家西北风味的美食感兴趣，地址您记好了，它位于桐柏路民坊路锦艺城 B 区3楼。由于刚开业，生意比较火爆，建议大家错过用餐高峰期前来就餐。来报。小飞呢，今天是在这个鹤壁的浚县哈，来替大家伙找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据当地人推荐呢，一定要尝这边的一个，怎么说呢，叫做花生米的东西哈。其实，在小飞看来啊，这花生米嘛，对不对？没什么大不了的，很普通的。但是呢，当地人是极力的推荐，而且说呢，这个花生米啊，据说已经做了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既然一个小小的花生米能做200多年的历史的话，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秘诀和诀窍呢？看看吧。哇，花生哎！你好。啊，你好。哎，是吴师傅是吗？啊，对对对。哦，你好，你好，你好。就是咱这边很多人都提到的一个，就是做了200多年的那个花生。啊，对。是咱家吧？是。吴师傅告诉我们，他家从清朝的时候就开始从事花生米的制作，沿袭了几代人，到他父亲那一代名声最为响亮，一举成为了当地独具特色的名吃吴二锅花生米。吴二锅？哦，对对对，是我父亲。哦，是老爷子？哦，对对对对。哦，那老爷子做了有多少年啊？老爷子做40-50年吧。40-50年。哎，我要接着，这算是我是老师。嗯。我从17就开始做了。17岁。啊，对对对对。就开始天天就是干这活啊，对对对对。小小的花生米竟然传承了几代人，而且能成为独具特色的地方名吃，在制作上必定有它的过人之处。首先，对于花生米的挑选就有讲究。我正在剪呢。掉皮儿的啊，去皮儿的啊，你像这个，这都是残籽，这算残籽儿啊，这吃起来也没问题啊。那没问题也不能用，为什么？因为它里头藏沙，会藏有沙子。藏沙，再一个晒盐炒了，它对这个皮肤上，这要是露出来一点它都不咋好。是吗？啊，你看这都是别废掉了哈。都是残籽儿，残籽儿都得扔出来。咱这个花生米。大小颗粒得均匀，因为不均匀炒出来成色都不一样。会影响成色吗？啊，会。哦，就是受热程度会不同。对对对对对，熟了程度不同。吴师傅说，花生米一定要选择颗粒饱满、个头均匀、外观没有损伤的，这样做出来的花生米才会外观美观、口感一致。除了选材考究，制作花生米的配料也是很与众不同。我这个花生米啊，最关键的就在这里了都。明白了，全部都是中药，这就是配方啊，对对对，是吧？哎，然后有这桂皮，陈皮，啊，这是开胃的啊，健胃开胃的。对，然后这是良姜。然后还有花椒、茴香啊，哇，还有丁香，对，是吧？对对对对。哦，这个应该是，你闻闻是啥味儿？中药味儿。中药味儿吧？对，这个是这个黄芪。黄芪补气的。哦，对，是吧？对对对对。哦，然后它这里头含硒量最高。含硒哈，就微量元素硒。哦，对对对对。你看，还有这个含硒量最高。这啥呀？这个好像是灵芝吧？灵芝啊？啊，对对对。拿灵芝来炒花生啊？啊，对对对对对。人身上所需要的硒啊、钙啊、锌呐，这都含这些东西。这个甘草去火。
清火的。啊，对对对对。除了常见的调料，几种中药的加入也是这花生米最独特的地方。而且这种做法已经沿袭了200年。我听我父亲说嘛，那个时候是老爷啊，他是本身是姓易的啊，姓易的，后子来搬到浔县，他对这个药料上他非常啥都着吧啊，对，他说改行改到这个做花生米。我这跨界这算是啊，就是把这个味儿，能这个中药味儿入到这个花生米里。反正是人吃了就这个健胃开胃啊。做花生米加入中药，这还真是不多见。不过想要让这些配料的味道入到花生米里面，还需要一个步骤，那就是煮制。就这样的话就开始直接熬，这样熬出来这个味道出来了以后再下花生米。经过20-30分钟的煮制，料包里的味道已经被煮到了汤水里，汤水的颜色也变成了褐色。这时候呀，就可以下花生米了。这搅均匀了啊，搅均匀了，把这个红色脱掉啊，把这个底儿让那个红色脱掉，红色脱掉啊，对对对，这温度达到都脱掉了。你看现在原来是红的，对，现在已经开始发白了。你看现在都朝白来了。对，啊是吧？哦，这大概需要多久啊？马上都中，2-3分钟了是。2-3分钟的话就可以捞出来了吗？啊，对对对，味儿已经入进去了。啊，不会吧？它这是100度的水啊，100度的水，这个花生米呢一倒进去，水刷上都入进去了。这个好厉害，这个啊。那等于这个其实压根就没有说煮熟啊，那不用煮熟，是不用煮熟还是完全不可以煮熟？不能煮熟，不能煮熟是吧？煮熟了都不一样了。等于煮个半生，稍微让它入味一点就好了。啊，对对对对。这就可以捞出来了。可以捞出来出锅。这个时候好吃吗？入味了？入味了。入味了，都是没下盐。没放盐呢。啊，对对对。是吧？说到放盐入味儿，吴师傅并不是将盐直接放到锅里，他用的还是老方法。这是个老土法，就这样一直晃。啊，对对对，把这个下进去这个盐啊搅匀了。你看，现在再吃的话，是不是就比较香了？啊，它味儿都不一样。虽然这种放盐的方法比较费时费力，但是这样做出来的花生米啊，咸淡程度比较统一，所以吴师傅一直沿袭着这种老方法。入好味的花生米，接下来就要进入控水晾干的步骤了。这等于是一个荆条编的筐子啊，对对对对，就这样来让它控水啊，把水控出来，花生米经过2个小时左右的控水，接下来还要经过8个小时的晾晒，确保水分蒸发，这样才能进行炒制。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炒啊？对对对，直接可以炒，但是还得需要一种东西。啥东西啊？咱这个黄河古道的细沙，是这个吗？啊，是可以，就是这细沙，黄河古道的沙。咱这个沙子啊，还得需要筛摘。为啥要筛呀？沙子你这个沙子很粗了，很不中。太粗了不行啊，太粗了不行。就直接倒进去吗？啊，直接倒进去，直接倒。好沉的。哎，你看，天哪！我感觉这个沙子会非常非常细呀。啊，对对对，是吧？啊，确实是，它会比我们平常见到的沙子颗粒要小很多。沙子要反反复复筛3到4次，直到沙子变得非常细腻，这样就可以入锅炒制了。沙土入锅。啊，对对对对对，这相当于锅里加水的感觉。
那这沙土是需要先炒热再放花生米，还是一块放？需要炒热以后再放花生米，先炒热把这个沙土炒热以后再放这个花生米预热一下好。经过几分钟的炒制，沙子的温度达到70、80度的时候，就可以放花生米了。就这样直接下锅了哈？倒吧，直接倒啊。需要翻得这么快你不到光后容易就糊了对，因为它温度很高这样翻的话需要翻多久得半个小时。半个小时的翻吴师傅说，炒花生米最怕糊锅，所以整个过程不能偷懒，要不停地翻动，这样才能保证花生米受热均匀。这既是一个技术活，也是一个力气活。什么？你听一下，这中间是在冒泡是吧？这是冒泡的。我天哪！这个沙子真的是可以一直到冒泡的状态对。哇！等到锅里的沙子变得沸腾，这时候花生米就算炒好了。出锅后筛去沙子，完全晾凉就可以食用了。其实搓开这个红衣之后，你会发现整个这个看起来颜色属于那种焦黄的对，看起来很漂亮然后你们看这个声音，然后呢就属于那种特别焦酥的感觉对，哇，而且呢这个颗粒呢也是非常饱满的，所以吃起来就很过瘾喽。其实这个呢，如果刚才有留意的话，你发现它那个用的那些料像什么桂皮陈皮还有那个茴香丁香这些基本上是我们一般应该是做卤肉的时候对才会尝这些香料你自己吃着它就是那个鸡汤味儿，就算那个绍兴那个鸡汤味儿。鸡汤味儿其实这样说出来的话，你会觉得好像确实是有那么点意思因为它这个料本身就是和那些卤肉料是一样的所以出来的味道呢你会觉得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吧？对鲜焦酥香对不对？对关键是可以放心大胆吃，不用担心上火对一个小小的花生米竟然用了几十种调料，整个制作过程前后要经过10几个小时，能够传承200余年，成为地方名吃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您有机会到鹤壁的浚县，别忘了尝尝这与众不同的花生米。这每到这个毕业季都让人感慨。这掐指一算，我这毕业也有10年了，10年整。今年哇，我在朋友圈看好多学弟学妹来刷屏。所以说回想起这个10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这样一对比，我觉得我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10年来要进步也不少。哪变化？看不出来嘛，是吧？变胖。那是因为你10年前不认识我，你不知道10年前我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这是说到这10年，小杰，你10年前在干什么？我10年前初中，小学忘记了，还在上小学吗？对，初中初一有没有什么变化？变化呢？长个儿了。长个儿那肯定长人不会说一传，然后个长了，智商没长，学到的知识真的很重要，学无止境。也不知道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想过10年前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对比起来，有什么样的变化？从前，他不叫理发师，叫剃头匠，为刚满月的小孩剃个虎头虎脑，为将要结婚的小伙剃个干净利落，为100岁老人剃个福寿安康，为百态人生剃个岁月如歌。问道10年，我的手艺之道。看完这个片子真是感慨颇多呀！我就在想，不妨把我们这个人生分为几个阶段
就是我觉得10年有点长，咱不妨5年为一个阶段，5年计划，哎，定个5年计划。对，不同的这个人生有不同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目标规划，不同的追求，看看每到这个过完5年之后，这个目标是否实现了。回首望，如果实现的话，说明咱这些年没有白过。看一下过去究竟用来做什么，然后有没有完成自己的目标。对，所以说我决定了，现在开始我给自己定的下一个5年计划目标就是减肥20斤，我要增肥20斤。那我把肉给你吧了。妈妈厨房。我是西瓜妈妈，我很喜欢烹饪。我相信妈妈亲手制作的健康美食，不仅能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营养，还会让他们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来自厨房的美好时光。大家好，我是西瓜妈妈。最近正是春夏交替的季节，不少孩子都感冒发烧，患上了呼吸道疾病。有没有什么好的食疗方法可以让孩子们快点好起来呢？今天我就向大家分享3种止咳润肺、清热解暑的汤品。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动手吧。说起来润肺啊，最好的食材就是银耳了。我们先用银耳来做一道润肺化痰的木瓜银耳汤。食材非常的简单，我们需要准备一些泡发的银耳、一些莲子、1个木瓜、一点冰糖，还有几个红枣。首先我们需要把银耳给它切成小块。银耳还有一个名字呀，叫做平民燕窝，它有生津止渴、补脑提神的作用。所以说，平时给孩子炖一些银耳汤，对孩子的身体是非常有益的。银耳切好之后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放了清水的汤锅，然后把我们的银耳给放进去。然后我们再放一些提前泡好的莲子，放一点冰糖。再放2个红枣。现在我们把火打开。在煮银耳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准备一些木瓜。我们先把木瓜给切开，然后削一下皮。Then I see your face and you show me the way. 然后我们把木瓜切成块。木瓜切好之后呢，我们把木瓜块放到锅里边。然后我们盖上锅盖，把火调到最小，小火慢炖30分钟就可以了。雪梨有止咳平喘的功效，下面我们就用雪梨来做一款简单又好喝的雪梨百合汤。我们需要1个雪梨、一些百合、一点冰糖，还有几个枸杞。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下雪梨，我们需要把它削皮，然后切成小块。雪梨准备好之后呢，我们来准备一个汤锅。我们先在里边加一点清水，
然后我们把刚才切好的梨放进去，再来加一点冰糖，然后再放一些我们准备好的鲜百合。百合像大蒜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一片一片的把它给剥开，然后我们把锅盖给盖上。在关火前10分钟呢，我们把枸杞放到锅里。绿豆是清热解暑的好帮手。下面我就向大家分享一款非常简单也非常好吃的绿豆沙的做法。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些绿豆，还有一点冰糖。我们来准备一锅清水，然后把绿豆加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来加一些冰糖。我们把盖子盖上。大火煮开之后，用小火再慢炖20分钟，直到绿豆开花就可以了。现在绿豆已经煮开花了，我们把它盛出来。然后我们用料理棒把它打成细腻的绿豆沙就可以了。我是天天妈妈，记得小时候每当夏天来临，我的妈妈经常会熬一大锅绿豆汤，一放学我就赶快跑回家，好像喝了妈妈煮的绿豆汤就一下子会凉爽许多。现在我成了孩子的妈妈，我的儿子叫天天，他特别活泼好动，一到夏天经常跑得满身是汗。我学着把我小时候喝过的汤煲给他喝，营养润肺，绿豆解暑。看着孩子健康快乐地度过夏天，作为妈妈是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啊！